大家好啊，海淘烟草会不会被认定为走私？什么行为风险比较大？以及如何避免承担刑事责任？好，今天就聊这些。先讲几个案例，判决内容很多啊，我只讲重点事实和判罚。第一个案例，广东一大哥爱好收藏雪茄，在1年多的时间里，多次从境外网站购买雪茄，网站低价申报入境。大哥是明知低价申报，仍然以该价格缴纳关税。案发时，缉私人员在他的住处当场查获雪茄1476支。他此前已经因未如实申报被海关警告并罚款过1次，但后面呢还是继续这么操作。法院最终认定他偷逃应缴税额26万余元，构成走私普通物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，缓刑1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27万元。第二个案例，上海一大哥同样爱好雪茄，2年不到的时间，多次在境外购物网站购买雪茄。问题在于他明知道卖家把包裹面单价格压得很低，只填写实际成交价的20%到50%，却还是按照这个价格向海关申报。最后经海关核定，他偷逃应缴税额29万余元。法院最终认定其构成走私普通物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缓刑1年，并处罚金30万元。第三个案例，安徽一大哥同样爱好雪茄，通过微信群了解了境外网站购买雪茄的渠道之后，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，多次在境外网站购买雪茄。大哥很清楚，个人邮递进境有金额限制，超出可能会被退运。可是低价申报还能减少缴税，所以他不仅专门挑那些能自动拆分包裹的网站下单，遇到不能自动拆分的网站，还会主动联系中文客服，要求改价拆分发货。为了不让收件信息过于集中到自己身上呢，他还借用了父母、妻子和朋友的名字和地址。如果海关要求其提供购物凭证，他还会把实际支付金额改成和面单低报价格一致，再提交海关。法院最终认定他累计偷逃应缴税额11万余元，构成走私普通物品罪，判处拘役2个月，缓刑3个月，并处罚金18万元。这3个案件发生在不同的地区但是还是有一些共性可以去摸索的。第一，这3个案件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肉夹带，而是通过邮寄、低报、拆单等方式实现进境，如此操作同样可能构成走私罪。第二，都是明知低价申报，仍然按照该价格缴税。还是那句话，是否为明知不是看你怎么说，而是根据你的行为和动机综合判断。放任并不能免责，对于海关查验要积极对待。第三，都不是偶发的一单，而是多次持续购买。说直白点，偷逃税额不计算单次，而是累计计算。不管你之前逃税有没有被发现，一旦发现，之前的金额全部累积。第四，个人使用也就是自己抽，不能免除罪责。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误区，以为只要是自用就不会被处罚。其实至于是自用还是销售，与是不是走私没有什么关系，只会影响对涉案物品是货物还是物品的认定。第五，如果行为不恶劣，是可以争取缓刑的。缓刑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案底，但不用坐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法条是怎么规定的。根据刑法第153条的规定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，或者1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；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；偷逃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，按照累积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。根据司法解释，偷逃税额10万以上50万以下的为税额较大，50万到250万为税额巨大，250万以上为税额特别巨大。依照现在的雪茄价格，税额达到10万也是分分钟的事。其他品类的烟草或者电子烟价格并没有那么夸张，普通玩家或许还够不到刑事责任。主要是雪茄大哥们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尤其是喜欢囤货的大哥们，一定要多留意一些法律规定。算笔账，普通玩家如果密集搞个2000单蚂蚁搬家，金额也是够了。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这句话，1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2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，如果符合这个情形，不需要偷逃税额达到10万也能给你判刑。其实走私罪的犯罪行为是非常多样化的，一行为是否涉嫌走私，抓住以下2点吧，很简单。第一，行为人主观是故意的，通常具有逃避海关监管、偷逃关税的目的。第二，行为人实施了逃避海关监管、偷逃关税的行为。一样的，主观是不是故意不是自己说了算，要根据证据和行为来认定。刑事责任是法律红线，大家一定要严肃对待，因为案底这个东西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
我拿出来的案例只不过是冰山一角，不要贪图小利而毁了自己的一生，不值得。侥幸心态其实是很致命的。如果自己被查了，这类案件也是有可能不构成犯罪的至少有很大的辩护空间。以上有不懂的可以评论区或者私信，典型的问题我会做出解释分享给大家。好，我是 Rex， 一名永远想了解更多的流浪律师，下期再见。